大家好，我是郑先喻，然后现在要开始座谈，然后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然后这是座谈的来宾就是语坛人是盛宏跟叔叔，然后其实我基本上当初想为什么要请盛宏跟叔叔，是因为我也想知道就是一个是艺术家，然后一个是就是评论家，想知道他们对我做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想法。然后因为也大概知道盛宏会准备一些其他的相关资料，然后所以我应该也会吸收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大家应该也会看得很开心。然后现在就先把麦克风交给盛宏，谢谢。好，各位好，谢谢先喻邀请我来，然后也谢谢中心的帮忙。我今天就善尽我作为一个评论员的职责，就当初先喻找我来的时候，我当然就是照着他的导览方式听了一遍他对自己作品的各自的诠释。但我想我今天的工作可能比较是。因为既然是做评论，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那到底该怎么把先喻的创作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里头去看。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会是，从先喻的作品里头看到的一些特质，然后试着让他的作品跟其他我看过的台湾的这个创作者的作品，试着展开一些对话。然后也试着在这样子的阅读方式里头拉出一些我觉得可以回头来谈他的这个创作特性的一些问题。这大概就是我今天会想要分享的内容。那我会聚焦在先喻第一件事就是门口那件那个 RC boat， 就是用这个台湾岛做成船的那件，我先从这件作品开始谈，然后慢慢的，各位大概就会这个知道我今天想要提的关键字。但我可以先抛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字给各位吧，就是这个关键字是台语的高纲后宫，就是很厚，中文好像就写成后宫，就是台语的高纲，很高纲的意思。这个我待会再解释为什么我会提这个关键字。先看这个先喻，就是 BO 这件作品，就他给了我一个台湾岛的这个意象，可是他把这个岛转成船，这是一个立刻的连接岛变成船的这个符号连接，所以当岛变成船，就意味着它其实不再是这个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一个具有移动力的载体。虽然说这个作品的操作是一个很想象性的操作，但如果我们简单的思考，就是可以移动的岛，它背后有什么意涵的话，我会说，可以移动的岛，它背后的意涵其实就意味着它有一个想象性的离开这个地缘关系的这种能动性，虽然只是想象。那但是这一种想象背后会有一个政治性在背后。那我首先拉的这个可以试着跟先喻做对话的是余正达，他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件作品叫做《世界中的世界》世界地图，这是一个录像作品，就是余正达拍了2个亚洲的女孩，我记得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日本人，就谈拍这2个小女孩之间的这个聊天。那艺术家就给他们一个指令说，我给你们一张世界地图，那你们如果就是请你们把这个世界地图上面这些国家重新位移，位移的唯一原则就是你就依自己的喜好比如说你们希望哪些国家靠在一起，哪些国家这个不要靠在一起，就所以重新裁剪，所以是一个拼图游戏。所以这2个小女生就很开心，比如说她们很讨厌这个中国，很讨厌这个美国，就把它拉得很远，这个最右下角那一张，他们就把它拉得遥远，然后希望这个日本跟欧洲靠近一点，就把欧洲拉近。就是这个余正达的这个 video， 它就是拍
这个2个小女生边拼图边聊天的那个过程。那就简单说，它是一个国家大风吹的这个概念。可是这2个亚洲女孩，就是做这些决策，虽然只是凭一己的喜好，当然背后有一些这个刻板印象或者是文化偏好的问题。可是这个决策背后有政治性。那可是这个政治性是被于正达的这个 video 转换成，它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政治性，就是它是把这种政治性转换成你一看就懂的一种地理学上的关系。那回到先喻的作品，就先喻这件作品虽然没有很直接在处理那个国跟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它一样有这种把就是背后的那个政治性寓意放到这种想象性的，就是我给了一个字，就是想象式的地理学位的这一种思考当中。昨天我跟先喻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这一艘以台湾为造型的这个船，就因为那个流体力学的关系，所以放在水池里头跑，虽然就放在比较大的水池，不是我们展场中看到这个小水池，就放在比较大的这个水池里头，就如同你看到那个 video 画面里头的话，它会很自然的向右转，因为那个流体力学关系，很自然向右转，所以从地理的这个角度来思考，向右转就意味着它不会向左转，就是它不会靠向左岸，换句话说不会靠向中国。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作品很立体的，它可以带出来的那个意思。但是第2个层次就是向右转也意味着就好像在明示我们的这个岛国其实总是向右倾。比如说政治思想上啊，这个国家政体上从来没有左倾过。就是这个从来没有让这个有左翼的思想真正扎根过，所以有一个那个隐隐然的那个政治性的意味，甚至是批评在背后，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向右转向左转的问题。好，但有趣的是，你们如果注意那个 video 录像，就是这艘船它最后在那个录像里头呈现的那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就它不断向右转，走向一个方向转。所以它就在那个水面上一直不停的打转，就是很徒劳的在那边打转，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意象出现在作品中。那这个岛跟船之间的换喻关系，其实是我觉得台湾当代艺术的好几个艺术家当中蛮有意思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从这些作品先开始谈的原因。就是这种以船来暗喻岛，就是这样的主题，其实可以在一些作品里头看到。这个是陈纪元的信号弹，这件我记得好像有入围某一次的台北奖，好像是优选吧，我有点忘记，但不是最后的大奖，是优选。在他之前的个展有展过，这也是一个 video 的作品。那各位就看到，就是有好几艘船在这个影像当中，然后每艘船上都站一个人。那这支 video 它就是你会看到这些在船上的人都不断的打这个信号弹，然后信号弹到空中火光闪耀，然后消失，就此起彼落。整个 video 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那像陈纪元这件作品也是有很明确的那个，我刚前面说把船跟岛的符号连接在一起，而这个船或者是岛的意象，其实就是在讲台湾，就在讲我们这个岛国，所以它也有一个隐隐然，就是利用这个符号船或者是岛的符号去暗指那个台湾的国际政经处境那样子的一种意图，所以这种孤岛跟孤舟以及孤国这个符号，其实就在我觉得在陈纪元的这个作品里面很明显。就我前半段我第一个拉的这个脉络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一直存在的，就是岛或者是舟或者是船，然后台湾这个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性意涵的这种连接是蛮有意思的。那
但回到那个先喻的作品，就是我比较在意的，其实是因为录像有一个很基本的机制，就是放进展场，它就要用这个 loop 的方式播放。所以你如果花点时间看这个 video， 或者是好吧，我们就去实际操作它在水池里头，让我们实际操作的这个线控的船，它就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这个绕啊绕，徒劳的绕啊绕的这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就是这个无效的、没有出口的这种行动，这样子绕行的这个行动，其实是我觉得这件作品给我最强的这个感受，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很强的这个意象。那这个意象会一方面会透过 video 的这个回圈的形式展示出来，另外一方面是实际操作它也会立刻感受到这个部分。所以我最先就是从第一层次从先喻作品当中感受到，就是他作品给了一个这种看起来很笨拙的、很荒谬的、很盲目的、很漫无目的的这种意象，这种行动的意象。那这个是比较早一点的作品吧，这是陈凯华陈凯华也有一件作品叫做《周海镜》，月亮是太阳，那个概念也是一样，是把这个身体的位移地理上的真实的位移转换成一个对于那个主体性想象的这样子的操作。那只是这个在陈凯华这件作品当中，他是真的就找了一艘船，在船的两侧架这个监视器画面，然后去绕台湾一周。但是就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有那个绕行的那个，或者就我们一般这个讲说妈祖绕境的这个绕。概念在里头，但这些绕都是严格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日常使用意义的这种行动。可是这种行动，它就是会跳脱出传统一般所认知的这种，比如说休闲旅游啊，或者是仿佛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某个实用性有某个明确的目的那样子的脉络之外，那这些都是我陆陆续续就是从几个台湾当代艺术的作品，然后跟先喻的作品之间，我就会看到的一些共同性。那同样是绕，就是这个是万德南海就是那个苏玉贤、江中文还有那个黄慧那个黄燕，怎么忘记他们3个人组的那个团体，他们在这个黄建宏之前09年的时候有一档展览叫做后地方地方性的逆转，在那档展览里头，他们也有一个外挂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有点像刚刚这个陈凯华的作品致敬的意味，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回到我说的那个用身体或是地理上的那个真实的位移来进行某种主体性想象那样子的一个意图。那他们的操作方式就是，他们也做了一艘船，只是他们比较搞笑，就是他们在那艘船上面架了一个跑步机，然后就打算全程就是船绕多久比如说绕行台湾1周7天，他们就在上面跑步7天这样，是一个有点搞笑的作品。但我觉得归根究底都是那个绕行，那个没有意义的绕行，看起来没有目的的，或者是盲目的那个绕行。那个意味跟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这个岛屿还有船的这个意象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先从就是先喻这件作品里头，我觉得拉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其实我想先抛一个关键字出来，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写评论的时候比较在意的，就是徒劳这件事情。就是台湾当代艺术的创作者，有一些作品都很刻意的去凸显这种没有意义的徒劳的行径，可是这个行径会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政治性，不管是政治性还是这个视觉上的这个意象。好，那我后面会解释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徒劳，或者是我刚一开始抛出来的高纲的这个4关键字。
各位也可以看看这个先喻就是 result 这件作品，就利用太阳能转换的这件作品。昨天先喻花了比刚刚导览还久的时间，很详细的跟我解释那个，就是这件作品的那个能源转换的机制的过程，就是说从那个太阳能电路板，然后转到里头展场的那个界面，然后再如何到日光灯管，再转换成光合作用，最后再变成那盏灯。它有一个很曲折的过程。那我听先喻跟我导览解释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就突然有感受，就是他仿佛有一个创作上的特质，是他其实不太喜欢那种立竿见影、一见即效的那种操作方式，反而是就像 result 这件作品，它总是给了各式各样看起来非常低功效的，甚至我们会觉得，为什么那一条电线不就直接从外面接到作品上就好的这种操作方式？就是仿佛其实是在做一件徒劳的事。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就很确定那个太阳能接收到外面的。我昨天来说还下大雨，所以还接收不到电，那个电真的会很确实的转换到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其实整个过程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徒劳的过程，或者我刚刚说的那个关键字是一个高纲的过程。那这个是我在他作品当中看到另外一点觉得也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换句话说，就不太像这个我们一般好像对这个新媒体艺术、科技艺术好像有一个那种一般人有刻板印象，就是好像总是追求某种很轻盈的、看起来很 neat， 或者是很流畅的，这个具有高度回馈感的那种作品的体验经验。就反而先喻作品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笨重的，或者用他昨天自己跟我形容的说，就是有时候作品喜欢呈现笨笨的、拙拙的那种特质。所以这种笨拙的、耗能的、曲折的、这个效率不彰的，他作品其实反而给我们这一种的感性经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创作特质啊，连同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个图啊，是我在他整体的创作脉络当中，我看到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甚至连这个袁广明那件作品。就是向袁广明致敬的那件素描作品，就是我觉得如果回去对比这个袁广明原来那件作品，你都会觉得先喻的作品比他还要显得更笨拙，或是更不轻盈。就是那个盘子在地上这样子，可能的这样子想，他其实没有原来袁广明作品的那种好像。这个仿佛要打开那个录像作品先生的那种犀利的那种质感，没有，他就刻意呈现一个很笨拙的状态，甚至是一个很厚重的那种雕塑性。可是我这边讲这件事情不是要说，所以先喻的作品很 primitive 很原始，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只是要说他仿佛有一种。很有趣的这个创作关怀，我刚前面有先跟叔叔讲，就是有某一种仿佛其实是刻意怀旧，或者是让作品留在那个其实不是很 high tech 状态的那样子的一个特质。甚至像他，这个是我后来回头去浏览他的那个他网站上他之前的作品啊，这是他的肖像2013啊。这件作品就他也有跟我提说，这是跟这个花束发明者啊 Douglas 这个 Engelbart 致敬的一件作品。可是我觉得像这样作品里头，他都刻意的有那个仿佛是要向科技史面向科技史，就而不是面向未来，就是这个让创作的这个对话的对象是朝向过去，而不是向着未来的这种阅读层次。所以如果说像袁广明致敬那件作品是跟台湾的录像艺术史对话，然后导那件作品是跟这个台湾的
历史命运对话。那像这个就是跟技师对话，就是它有一个就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就是简单说有一个那个怀旧的那个特质在里头。这些作品呈现方式，就是我刚刚说，就是用一种很笨拙的、很愚直的方式展开。那我觉得最有趣就是这就我今天分享最后我想跟各位聊，就是我觉得最有趣就是这种刻意呈现那种手拙的作品质地，会不会是他们这一辈台湾的年轻创作者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创作特质？这是我刚才思考的问题。那我特别提这个，倒不是真的是因为把它架构在好像科技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的这种知识框架当中来，我才特别提这个问题，而是我确实陆陆续续在一些属于他们这一辈的这个年轻创作者当中，感受到有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方式，就是是一种刻意很事倍功半的，就我刚刚前面说看起来很徒劳的或很耗费力气的这种操作方式。这个是比先喻大概在早辈，就是属于赖志胜、廖振中、国家他们那一辈的这个艺术家，廖建中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一个 video 拍的很像哈雷机车的这个广告。可是这个哈雷机车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的驱动方式是用脚踏的方式。如果时间够，也许晚一点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video。所以这一台这个廖建中做出来的这个哈雷机车，要用脚踩才能够在路上跑，所以那整个那个 video 呈现出来的那个氛围，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事倍功半的那种效果，多此一举的那个操作的方式。所以我最后就是把我今天分享归结到，就是这种事倍功半式的操作方式、操作逻辑，或者是多此一举的操作逻辑，会不会其实是用来看他们这一辈年轻创作者的一个有趣的面向？因为我们仿佛好像总是从这些作品当中看到那个多出来多余的身体，那个过度耗费的劳动，而这些劳动的这个积累，反而会特别让观众觉得有什么。这个是一样是刚刚提到那个万德男孩，那个他们有一件作品叫万德画会，是在这个健身房里头写书法作品。这个我可能要给各位看一下 video， 但大家会立刻体会我说的那个多出来的多余的劳动指的是什么？声音就是书写伪装的一个前辈画家，然后在这个健身房里头用健身器材写书法。他会告诉大家他写什么。
题外话，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当代艺术逐渐失落的传统，叫做幽默感。就我们这几年的作品都越做越严肃，越做越好像要有那种政治正确，缺乏那种幽默感。可是我觉得那种有点烂场，然后有点好笑、搞笑，可是那个搞笑背后，那个笑声背后是有某种批评或嘲讽，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且是最近很热议的国外作品。我觉得接起来好像还蛮好看。对啊。好，我很快做总结，因为我觉得我花太久时间。它其实有3段，就他们3个人一人做一次。好，所以因为它的那个 focus 跑掉。OK， 好，所以我最后就抛这些关键字，让提供各位思考，就是这种刻意高纲的、曲折的、不直接的，然后要经过非常多工序或是程序绕道的这种操作方式，会其实是看待他们这一辈创作者的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面向，就是它不是一种。我们一般习惯的那种计划性经济底下的产物，像手机是计划性经济底下的产物，你的触控界面一按下去 ，App 要马上跳出来，所有东西都要立即反应。可是，先喻的作品，包括最后那个基地台那件作品，我觉得它都有一个，你还要手机拿出来，然后先搜寻，然后搜寻还不一定搜寻得到。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找到，然后他再丢一封简讯告诉你说有个东西在那边，可是你看不到。只是他追求的不是那种媒介的直接性或是直观，而是这个体验过程的不断的延长、插入，或者是增添各式各样的转译的这个过程，就从来都不是一路到底、立竿见影的这种作品经验，而是颠倒。就我刚刚说这种很拙的、很后宫的这种作品经验，这个是我从他创作当中看到我觉得值得跟各位分享的部分。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然后谢谢盛宏，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回应一个，主要就是笨拙，对啊，其实我一直以来好像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做事情也会绕一大圈，对啊。然后可是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会是比较像是我喜欢把很复杂的东西藏起来，就比如说，其实有一些作品，我会光是开发它，不管是软硬体的时间，我可能就会花蛮多时间。可是我会习惯那个东西就直接藏起来，对吧？就像之前有参加数位录节那个 Afterlife 也是，对吧？它其实里面还颇复杂的，对吧？就是很多复杂的东西，然后也是需要我其实也是花一些力气去把它做整理出来，然后最后就是想要让它像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或者是让大家不用看到后面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这样。一直以来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整个过程延续下来，会导致我做的东西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影响，而且加上我自己的习惯我很喜欢什么都自己弄，就除非不得已我才会
比如说去找人家帮忙，或者是跟人家讨论，也是我一个缺点，我觉得。所以做很多东西，从以前就是这样，从最早开始做作品，就在国外或者是回到台湾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就会讲说，为什么那么粗糙，或者是为什么就是做法会是这样子乱的，或者是电线一堆，你也不把它收好。可是对我而言，我自己觉得那个只是每个地方做这类创作的不同的样子。然后像亚洲，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亚洲的东西其实看起来都很干净。我是在讲新媒体这一块而已，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你做的地方，你就多少会被影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被以前在荷兰念书跟工作的身边那些朋友跟做相关创作的人影响，我觉得也是被影响蛮大。就是我们会习惯用废料，或者习惯用去二手电器行买来的零件去做东西，而不是说像很有系统的，是真的去画一个图，然后开发一个回路，然后做好一个很完整的基板，然后去达到觉得那一个作品要做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些地域性的差异，然后我猜应该很常看这类展览的人一定也会发现，对吧？就像日本艺术家的作品就是有一个日本样，我觉得，然后欧洲的就是有个欧洲样，不过这是废话，因为他们就住在那里，对吧？然后就我可以回应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猜啊，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常会做这种，可能有一点北蓝，可是那个北蓝的意义后面会有一个可能比较哀伤的面向，或者是他在讲一件事情，就这一类的作品。然后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会希望来看的人是觉得好笑的、开心的，对吧？我的出发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不这么做就不开心，对吧？所以我觉得，既然都展，然后如果观众进来，他是用一个很诙谐的心态，就他看了他可能会心一笑，然后可能他又可以去理解到一些我想讲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我最想要做到的这种状况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我才会采取这种方式。然后我猜可能也跟台湾的环境跟社会有关系，因为就是它就比较复杂，然后虽然说环境很安全，可是以各方面而言，我觉得都算是比较混乱，对吧？然后可能就是住在这里的人，久而久之就会有这种习惯跟心境去调侃自己，或者让自己轻松一点，或是抒发压力，对吧？我讲完。轮到我了吗？好，我今天因为我跟郑先喻基本上就是还算熟识，所以我今天被分配的角色应该是比较有接近人的朋友的身份，还有同行的身份，然后以及比较诙谐的语言来替他生平。我还蛮年轻的，跟你同时代，就是我想我就以一个艺术家的角色然后除了一点点的描述或评论他的作品之外，我想要顺便也问他一些问题。那我就不要太严肃。首先，我想我一次问5、6个问题，好不好？然后你再回答。然后如果你忘记，我再提醒你。那就很直觉啦。就我第一个进来，就是说我对你的展览有几个算是熟悉，但是这一次进来这个数位艺术中心，我就发现这个是不是因为场域的关系，你选择了那个聚光的方式，就是很暗的环境，然后就是很神秘这样就打了聚光灯。那这个东西在以往你在 MOT 或者是在他们是不是？或者甚至在 VT 展览
过的情况不太一样，都在那个很正常的光线环境下去看你的作品，就是很不是聚光的情况，就是整个环境是亮的，然后这一次就变得很神秘这样。那这个神秘的打光，这种所谓比较炫一点的聚光的打光方式，是否也回应了说，我觉得你刚刚在陈述你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面向是，虽然你是做数位，但是你其实有一个面向是，你也对于神秘主义也许有一种好奇，或者是你有这样的倾向。你刚提到做梦的东西，然后我在好奇的说，你的一系列的作品中，神秘主义或者是这种神秘的体验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占有一定程度的比重或是影响？那以至于说会不会也影响说你这次选择这种氛围，处理这种展览的氛围是这种比较暗暗的，然后大家要在黑暗中观赏你的作品这样的策略，是不是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可以随便多谈。然后第二个是，我也刚刚也问你，就是说，我是想到两个词嘛，一个就是蒸汽朋克嘛 ，steampunk， 然后再 cyberpunk， 你也就提了 cyberpunk，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不太一样，蒸汽朋克比较像是真的是胡思乱想，就是蒸汽时代那个机械，然后后来的人把它变成美术或者一种风格，都不存在。可是 cyberpunk 是真的是实作的，像你讲，他们是真的在网络上去很激进的去做实验，去做这种数位的东西。那你当然也不是 cyberpunk 吧，大概，但是你怎么看这两个东西和你的东西有没有任何一种可能的相似性，或者是你也觉得你从里面得到什么启发？因为你的造型其实也对我来说也是另外一种想象某一种时代的怎么讲，重构一个时代的那个造型。比如说现在很少你会看到那么多电线的东西。那可能刚刚盛宏讲，你可能就是会摆出来，可是台湾的科艺所的系统可能都是会包得紧紧的，可能像是这种东西，有一点像这种，就是非常雷切工业那个雷射切割出来的，都那个 AutoCAD 画出来，很精确，然后一定都是每一个螺丝都是算准的，可是你就是捡来就装嘛，所以你也会是好像有机生长，最后就长出来。然后那种东西就是好像带回到另外一个时空这样，就好像盛宏讲那个怀旧的某一个面向是怀旧的，可这个怀旧是好像很自然长出来。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也想过，你跟那种蒸汽朋克那种逻辑，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再去重构一种时空的造型这种关系，你有这样的意图？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回到我先问三个好了，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那这整套这个造型的你自己的习惯或逻辑也好，到底是不是一套策略？是不是你的策略，还是你就是自然生长出这个样子？尤其你刚刚提到回到台湾，面对可能主流的数位科技艺术可能是这个形态的，或是比较精准风格的，你是不是有一个策略是你想要走另外一个风格，或者你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去改变自己？问得蛮烂的，请你回答一下。喂。我先回应那个为什么灯会那么暗，对吧？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我这次展的东西，其实它量比很大，对吧？所以其实如果照着以前的那个方式，就是开量展，并不觉得，我觉得其实会蛮容易死焦。然后再加上里面有一件作品是会有闪光灯的，所以我想说可能就稍微集中它们，然后是在一个比较暗的空间，所以所有的东西才会变得比较合理一点。就比如说，因为像那个第一件作品那种，基本上是在讲用外面的阳光，然后转到后来变里面的一个闪光，所以主要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然后再加上就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空间我会觉得好像暗一点比较适合，对吧？可能是就是直觉啦，算蛮直觉的，对吧？跟神秘主义，我觉得有，因为我其实自己没事也是会很喜欢看那种
远古外星人那种节目，或者是李世成那种影片，然后或是听朋友，比如说听郑国聪讲，听一个朋友在讲一些外星人或者是奇怪组织的故事，对吧？我是蛮喜欢听的，可是会不会有影响？可能多少有，可是我并不会直接去往那个方向想，对吧？然后比如说像做梦的机器，或是这次这个手机基地台传简讯这种东西，我觉得主要是就是习惯吧，因为你会知道某一件事情你想要做到，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要去试它。就比如说最早做所谓 microglia fuel cell， 就是那种生物燃料微生物电池的时候，也是从一直失败，然后做得很烂，然后一直去试着说要怎么样让它成功这样。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就是对吧？也花了2年多，就是有时间就试试看这样，然后做到最后它才好不容易多少可以用啊。可是当然也不稳定，对吧？然后像那种东西，像我这样做，就是我其实像那个电池那件事情，好做到最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我自己用手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定很不稳定，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零件是所谓的cushion member， 就是离子膜。离子膜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些做晶圆厂或者是新竹一些科技公司，他们做一般的燃料电池会用到，对吧？然后你其实那个东西如果是用那种工业标准的配件，就里面那个植物它是可以，就是长得非常好，而且电量会增加，对吧？然后可是我的做法却是用比较化工的做法，自己去做了一层膜，然后那个膜是有加氯离子的，然后去做到这件事情。可是那个膜因为只是用 argir 跟一些其他的配方调出来，所以它其实很容易破掉。就这种习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讲，就是可是以我过往的经验，就是以前也会这样，然后东西可能很容易坏掉，可是你做到最后就会发现啊，其实就越做越好。对吧？然后可能造型还是不会变太多，那个东西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就是它也不会坏，因为它样子就是长那样，它运作方式会是正常。你可不可以再说一下？你说你不愿意用那个 ready made 的那个离子膜，而自己自制的，有没有？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贵。是因为贵吗？对啊，其实重点是因为贵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有估，因为这只是一个自己做的嗜好跟实验，然后我就觉得我花8-9千块买一小片那个膜，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舍不得买，然后就想说它可以自己做。那我觉得像盛宏刚提那个廖建忠这个机车，廖建忠整个路径是，我觉得他设好目标就是往那边走，就是他就是要用木头。或是就是不是那个材质的材质去重塑变写实主义，所以他做的所有东西乍看都是真的，所以他那个徒劳是好像还是很直接啦，就是这是一条路走过去，因为他那个技术嘛，然后他就是选定这个技法，那个技法本身就很有意义，就是说我一定要很徒劳的把木头变成一台摩托车，或是变一台堆高机，所以你看到的是堆高机，其实是木头做的，可是你这种徒劳好像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不晓得怎么样再去细致的去描述它，可是它中间的阻碍很多，然后遇到预算的，遇到实物的，甚至他个人偏好的很多层次的原因，然后就去长出这个造型。所以我不晓得盛宏为什么会想要，我自己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个更有趣的切面，但是我没办法描述。但是他每次问他这些问题，他其实都是会峰回路转。就是他任何包括他写程式的方式也会，可能在我看来是会，他会有他的一些逻辑，然后他碰到了一个 bug， 他会绕过去，会找一个方法。那这也我不晓得跟你的个性，或者是说你的艺术创作策略本身有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可能不是策略，或者是我觉得我才是很个性，因为我其实算有耐性，可是其实也不是很有耐心。就是比如要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想要很快的把它都做出来，让它可以
可以跑这样，然后就知道大概会是怎样，我会很想要赶快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所以我就会通常艺术家都会编出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不要买那个离子膜，是因为有它的意义。可是你就直接给我讲出来说，因为它很贵，就对了。可是是真的很贵啊，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有预算，我就一定会买那个，然后去把它做，因为这样那个东西会变得很稳定，然后电量很高，就会不错。只是我也一直在找寻，就是自己的配方可以把它做到，就是你 DIY 的方式可以做到很稳定，那我就可以分享这个配方给一般人，然后一般人其实自己就可以试着做，然后其实他就可能会学到或是知道一些他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大概。然后蒸汽朋克的那个，你会觉得那个有影响啊，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那种东西的，对啊。然后就后来没有特别注意，只是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就是看起来就是蛮酷的，个人认为。然后你就是看起来脏脏的，然后好像是坏掉的机械拆下来的东西，然后再去重新做成。对，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自己在观察他的所有的，虽然你说你随便，不是随便的，就是你是很随性在发展，可是当你在陈设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意识的去讲究一些造型，比如说它的电线要牵的不是贴着墙壁，它会拉出来一点，然后让它掉过去，然后这些那个磁场球好像就是要从中间发散出来一个。有一种隐约的造型感，我觉得你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好像在隐隐呼应你自己对于那种蒸汽朋克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复古的数位的想象，这种东西你刻意有去展示出这种情境或者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电线也很好看，就是说你飘在空中，这样子慢慢拉过去，它对我来说还是有造型意义，对。我觉得像那个东西讲，有点像是你把一个小的机械，然后把它 deconstruct 就拆开，然后散开摆，然后可是它还是可以运作，有点类似像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像我会喜欢让线这样走，其实像我当初也有人问我，然后其实我自己的解释是，其实我自己会看得出来。就是它整个过程跟它线路跑的方式，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给观众看也是好玩的，因为像有的东西它可以就有的东西它合在一起，你就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运作的这样。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喜欢把东西是散开，让大家知道它怎么运作的方式。就像如果是软体类的作品也是，就是你也会有时候很希望是你直接把语码放出来就给人家看，因为人家就会知道你里面是怎么写的，有点类似意思。他们形容成是我会说那是一种土法炼钢的浪漫。就是当然有些东西，比如说更好的材料或者是更好的媒介，可以立刻达到那个效果。但我觉得些作品好像都没有刻意去追求，比如说要最好的用料或者是最好的导线去组装，然后把那个就是重点不是那个，其实重点真的不是那个result，不是那个结果。因为如果是结果论的话，可能整个过程通都是要依据那个结果的要求来进行规划、缜密的计算，或者是这个进行这个甚至工序上的这个演练，然后最后把作品做出来。可是我觉得好像先喻其实并不是真的太在意，最后要给出一个很有效的作品的体验，或者是一个结果，观众会立刻获得那个很满足的回馈。反而是那个曲折的过程的展示是重要的。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去思考，所以它不是就我刚刚说不是那种计划性经济下的这种逻辑的产物，其实是一种耗费性经济的产物，耗费大量的实验的时间，然后失败的这个次数，或者是
这个材料也许不是最准确的，或者是不是最有效的，这样子曲曲折折过程当中展示出来的那种组装。可是那个组装，我觉得会反而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们好像在看早期60年代、70年代的科技艺术刚萌芽的那一种作品的那种很有雕塑感的。就也许叔叔注意到的是，就是包括它的那个造型器材，然后牵的那些线，就是那不是在给人一个我这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利落的这个好像当代数位科技的那种意图，而仿佛是一个很有雕塑性的那样子的装置的状态。但因为问题就回到刚刚叔叔问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究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风格，还是它其实是某种策略的问题？我觉得不算策略，我觉得算是自然而然的风格。因为看我修东西，可能就是被我，比如说家里电器坏了，我把它修好，其实修好的那个东西就会有点长这样子，对吧？就有点类似，对吧？就你会用你的原来的你用你的方法去重新研究它、拆装它，再可能长成另外一样。我觉得跟以前的工作有关系。以前我是做所谓 fast prototyping， 就是快速做原型的工作，所以就是公司会想要赶快看到那个原型，然后那个原型就会给他们做测试。然后像做原型的人，他们就是线直接插一插，拉一拉，直接抹焊，然后做完就是一个东西出来给测试。那我在最后，我比较想问是说，刚印了一张那个 statement， 就是用那个乱码跑出来的 statement， 那看起来也还蛮震惊的。就是它有3个关键字嘛，英文的，一个是说，我想听你解释这3个，一个是这个就是 result of transmission and transition， 是什么？你怎么去这个展览？你说这有3个主题，然后再一个是 invisible media，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这个是 inherent object， 就是说继承的物件啊，那看不见的媒体继承的物件，然后前面这个传输跟什么？传过渡的转换的这个结果，那你怎么可以讲一下？基本上就是这3个东西就是前一阵子看了一些书，然后都是跟这3个东西有相关的。然后比如说像第一个其实都在讲，因为前一阵在做就是能源的研究的一些事情，其实就看了很多相关的论文，他们其实都在讲一个你如何去转换能量跟传输能量的方式，然后所导致的结果为怎样。然后这其实我可以举例啊，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高压电，因为有高压电，它才可以传输。才有电力系统、电力网，因为高压电它可以传输比较远，这样，对吧？然后，可是当它传输到附近的变电站，它需要经过转换变成储存在变电所，然后才分配出来给一般的家庭使用，对吧？主要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论文，还有那些科学家跟研究者，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想要突破这一些东西。对吧？就像最有名的就是可能爱迪生、特斯拉，就最多故事。其实他们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突破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世界才变这样。然后可能未来会有所谓的 QI 界面，就是无线传输的界面，去传到电能啊什么，然后功率变得很好的，我们未来的世界就会变成这样子，这样。然后比如说看不到的媒体也是，其实前一阵在看一本书，叫做《地球的声音，地球的讯号》，一本原文书，然后它里面就在讲电波这种东西看不到，可是其实你可以从电波里面去观察到很多，不管是自然或者是人为的
的一些线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环境有很多人为的电波、人为的讯号，你可以借由去观察，用仪器去观察这些讯号，你可以推敲出一些线索。然后简单讲的就是，比如说像手机手机最简单，其实我们刚刚连线，然后到处都是讯号，可是其实他们是不断的有一些资料，就是它的系统是不断的会收集我们，比如说我们离基地台的距离啊，然后我们的号码，然后我们手机装置的 ID 啊，这些其实是那些电信公司他们一定会拥有的一些资料，那只是说他们不会公开，也不会让大家知道。然后主要是这个东西，主要是我就是最近就是做作品会去想，你从这个方向去想，对吧？继承物件其实是一个平常写东西、写软体的一个感想，就是常常有时候你就是比如我要做一个东西，然后我可能会直接去继承别人写好的一个 class 的一个物件，然后再去继承它之后做改变，然后改变了之后变成我自己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名词是从那边拉出来的，有点类似这种概念，对吧？就比如说我可能看到，就像简单的，我只看到一个光的作品，然后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就是它的那个样子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做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对吧？主要是这3个抬头，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把它放进去。好啊，然后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或是2位主持人。然后没有的话，可能今天的活动就告一个段落。有问题吗？好了，那就谢谢大家来参加，然后谢谢大家莅临，然后也祝我展览顺利，然后谢谢中心给我机会在这边展，然后谢谢2位与凡人，谢谢所有的朋友家人，谢谢大家，拜拜。